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秦始皇是一个孤独的暴君，他的父亲身份可疑，母亲豢养男宠，和弟弟是你死我活，和表叔那也是不共戴天。亲儿子被自己活活逼死，结发妻子也人间蒸发。他就像一个黑洞，没有私生活，没有人情味，吞没了身边的所有亲人，只留下2个字：暴君。但是这个暴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可不可以用他的父母还原他的童年，用弟弟和表叔还原他的少年，再用老婆孩子来还原他的成年？30多年前，这位李博士决定破解这些问题。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侦探，锁定了4大悬案。第一，秦始皇的父亲究竟是谁？为什么司马迁要暗示他是吕不韦的儿子？第二，秦始皇的弟弟究竟是谁？为什么弟弟能兵不血刃就从韩国拿回100里的土地？第三，秦始皇的表叔是谁？为什么表叔后来会变成楚国国王？第四，秦始皇的妻子是谁？为什么史书上从来不提秦始皇的后宫和皇后？为什么大儿子扶苏在接到假诏书以后说自杀就自杀？破解这些悬案，李博士带我们一步一步看清了秦始皇的真面目。故事回到公元前250年的某一天，赵国首都邯郸，司马迁说这天秦国王子子楚，也叫做子义一人，他来大商人吕不韦家里喝酒，见到了吕不韦的同居女友，一下子就浑身发热，跟吕不韦说把这妹子让给我可好。当时这个同居女友已经怀孕，和吕不韦是真感情，所以吕不韦一听就怒了，但很快商人的本能又告诉他，这里面有笔大买卖可以做啊。于是吕不韦又笑着说，咱哥俩好，这都不叫事儿。同居女友也是很懂，隐瞒了怀孕这件事儿。到时间呢，就生下来了一个小孩，叫做子正，就是未来的秦始皇嬴政。小子正出生以后，这位同居女友也就有了合法身份，正式成了夫人。接着吕不韦就继续操作他的一笔大买卖。他先是跑到秦国给华阳夫人送礼套近乎，因为他看准了这个市场突破口，那就是华阳夫人一直生不出儿子，而华阳夫人呢，就是当时秦国太子的老婆，老公很快就会当秦王，而他如果有儿子，就极有可能成为太子，再成为未来的秦王。所以吕不韦就不断的投资华阳夫人，等到夫人和自己关系越来越近乎的时候呢，吕不韦就说，夫人啊，你有没有想过，等你老公当了秦王，你要是没有儿子来继承太子宝座，那可不妙啊。夫人有苦难言，吕不韦又接着说，您看这样行不行？自己在邯郸城里有一个好兄弟叫做子义，在秦国没什么靠山，又在赵国当过人质，你不妨把他认作干儿子啊。将来他在竞争太子宝座的时候，一方面有当人质的功绩，另一方面又有您身份的加持，肯定能够顺利当选。再加上他没有靠山，好控制，这对您是不是很好？华阳夫人很喜欢这个鬼精的吕不韦，于是说干就干。果然几年以后，秦军围攻邯郸，赵国人就准备撕票，把这个子义拿出来祭旗。但正在这个时候了，吕不韦买通了各种人，把子义送到了秦军的军营当中。子义安全了，回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见了养母大人，还特意穿上了楚国的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公主，她很喜欢眼前这个无依无靠的子义，还大手一挥给子义改了一个名字，子楚。这算是正式把他招揽到了楚国政治集团当中。当时楚国政治集团在秦国的实力非常强大，很多基层、中层甚至高层的官员和贵族都来自楚国政治集团，或者听命于这个楚国集团。所以华阳夫人很自信，只要自己愿意，将来这个子楚一定能成为太子，再成为秦王。这边子楚是风光无限，但在邯郸城里呢，没有跑出来的嬴政母子可就惨了。赵国人找不到子义，就要拿嬴政母子来祭旗。幸好嬴政的母亲是邯郸城里的富豪女儿，东躲西藏，算是保住了性命。这个时候嬴政3岁，被父亲抛弃了。史书上没有记载嬴政母亲的名字，只是称呼她赵姬，赵国美女的意思。后来嬴政9岁的时候，老秦王驾崩，华阳夫人的老公当上了秦王，子义也就升级成了秦国太子。这个时候嬴政的身份就不一样了，赵国也就好声好气地把嬴政母子送回了秦国。
9岁的小嬴政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而父亲呢，却指着身边另一个男孩说：“政儿，这是你的弟弟，叫做成角，今年6岁。”也许接下来的3年是小嬴政一生中最快乐的3年，有父母有弟弟，秦国的宫殿是那么的安全，自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似乎自己也成了一个能够保护弟弟的小大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弟弟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这个都市传说才开始到处流传。历史书上对弟弟成角的记载只有2件事，一件事是出使韩国，兵不血刃拿回了100里的土地，论功行赏，封长安君。表面上看这个弟弟非常厉害，但仔细一算你会发现不对啊，出使的时候弟弟才15岁。另一件事就是3年以后，18岁的弟弟再次奉命攻打赵国，结果还没有开战就临阵倒戈投降了赵国。这2件事太古怪了，为什么一个15岁的小孩就能靠外交拿回100里的土地，而为什么仅仅3年以后他又背叛了秦国？李博士把这一切线索的根源还原到了18年前，父亲子义刚刚回到秦国的那一刻。子义从华阳夫人的宫殿里出来，他已经变成了子楚，正式投靠了楚国集团。但是子义也不傻，他可不想一辈子当楚国集团的提线木偶，于是一转头他又来到了夏夫人的宫殿。这是一处冷宫，夏夫人见到子义以后哭得非常坚强，因为这么多年的忍耐总算盼到了头。原来夏夫人正是子义的亲生母亲。在春秋战国时代，夏是指韩国的意思，夏夫人也被称作韩夫人，所以子义演的这一出是什么意思？母子同心，其利断金。秦国传统，儿子选妻必须由母亲定夺。几十年隐忍不发的夏夫人终于在这个问题上硬气了一把。她和子义一边装可怜蒙蔽了华阳夫人，另一方面又紧锣密鼓地为子义迎娶了一位韩国公主，当年就生下了儿子成角。另外子义还把自己的把兄弟吕不韦运作到了秦国来当丞相，反正华阳夫人也很喜欢吕不韦，是不是？这算是子义打入到楚国集团内部的一颗钉子吧。所以对子义来说，现在最好的局面就是赵姬和嬴政永远不要出现，这样韩国公主、成角、夏夫人再加上吕不韦，这在将来10几年当中会渐渐成长为一支新的政治势力——韩国集团。这才是子义手中抗衡楚国集团的武器啊！但偏偏不巧，这一年嬴政母子回来了，韩国公主和成角一下就变成了2夫人2儿子，子义头都大了，而背后那个操控木偶的华阳夫人呢，却笑得很开心。子义啊子义，我们缅怀你。于是子义突然死亡，享年33岁。13岁的小屁孩嬴政成了新的秦王，这真的是无依无靠。他母亲是个赵国美女，父亲已经被做掉，韩国集团也不喜欢嬴政，所以你现在就乖乖听干奶奶的话吧。干奶奶也就是华阳夫人。接着华阳夫人又对嬴政做了一件改变未来秦朝甚至改变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事情，这个我们稍后细说。先来看看大商人吕不韦，他眼看着自己兄弟子义被做掉了，一屁股就坐到了楚国集团这边，帮助华阳夫人操控台上的那个小秦王嬴政。他还被嬴政叫做仲父，像父亲一样管教自己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韩国集团能不恨吕不韦吗？能不恨嬴政吗？于是李博士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韩国集团为了反击楚国集团，编出了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的都市传说。但很显然这也只是一个传说。李博士还分析，吕不韦是一个商人，商人最讲究的就是安全，既然谋划了这么深远，那就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埋下秦始皇没有秦王血统的这个大隐患。所以李博士更支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的另一个故事，那就是赵姬见子义的时候并没有怀孕。但是司马迁为什么在同一本史记当中记载2个截然不同的说法呢？也许这是司马迁的难言之隐，在用都市传说暗示我们来破解这背后的真相吧。总之有了这样的推理背景，我们也就可以破解弟弟成角身上的谜团了。为什么他15岁就能从韩国拿回100里土地？很显然这是韩国集团的一次疯狂进攻，他们和韩国讲好了，
用100里土地来买陈角在秦国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他们韩国集团的势力。但是为什么仅仅3年以后，陈角又突然反叛呢？原来翻开史书，这一年夏夫人去世了，韩国集团被肃清，陈角也就成了一个必死的对象。这一年秦始皇20岁，爸爸被仇人逼死，仇人又用自己的手活生生地逼死了弟弟一家，还有那个重父吕不韦，也不过是仇人控制自己的一双手套啊。最可恨的是妈妈竟然和那个叫做嫪毐的男宠还给自己生了2个弟弟。20岁的秦始皇就像一个毫无希望的木偶，但是在暗地里，妈妈、嫪毐、吕不韦这其实在下另一盘更大的棋。李教授继续破解，于是我们看到了第3个案件。案件的起因还是要回到秦始皇6岁那一年，他跟着妈妈终于回到了秦国，自己见到了父亲，妈妈也终于见到了老秦人吕不韦。父亲已经有了韩国公主，自然很少能满足妈妈，于是妈妈就开始和吕不韦再续旧情。但是吕不韦可是丞相啊，公务繁忙，一天天下来呢，就有点招架不住妈妈的攻势了。而且眼看着小嬴政长大了，也该避讳避讳了。于是吕不韦就私底下招收了一个有超能力的赵国人，叫做嫪毐。嫪毐的超能力很夸张，可以不用手、不用脚、也不用头和身子，就转动一个大车轮。果然妈妈一听说这个超能力，就找吕不韦把嫪毐要了过来，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麻烦过吕不韦。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简直就是限制级的故事啊！但是在当时其实并不太严重，只要你不是过于嚣张，道德上还是能容忍。比如秦始皇爷爷的奶奶宣太后芈月芈八子，这是一个统治秦国30多年的女王，她也和当时的义渠王有2个私生子，而且还在一次很正式的外交场合上跟外国使者说，你看啊，我原来侍奉先王的时候，先王一条腿放在我身上，我就觉得重的不行，但是当先王把整个身子压过来的时候呢，我却觉得一点也不重。这是为什么？因为压过来对我有好处啊。所以秦始皇的妈妈和嫪毐即使生了2个孩子，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后来嫪毐为什么会被车裂，下场会那么惨呢？一般的解释是秦始皇长大了，不爽了，要报复嫪毐。其实李博士分析，真正让嫪毐必死的原因是政治问题，而这背后的故事呢，又从一个史书中无法删除的疑点里被破解了出来。史书上记载，嫪毐是长信侯，在咸阳就养了几千个门客，势力非常强大。但是这样一个靠超能力发家的男宠是怎么能封侯的呢？秦国法律严苛，即使是秦始皇的弟弟，也要拿回100里的韩国土地才能封君。名将王翦统兵60万去灭楚国之前，还磨磨唧唧地跟秦始皇说，完成任务能不能给自己封个侯啊？可见秦国封侯，那一定是要有货真价实杀敌的功劳的。难道嫪毐还剿灭过敌国？历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李博士决定用时间对比的方法来分析这个案件，看看嫪毐封侯的那一年，秦国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然后李博士发现，原来封侯的这一年正好是成教之乱。看来嫪毐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打手，是帮楚国集团剿灭陈角余党、肃清韩国集团的那个打手。而且后来的考古也证实了这个推理，那就是2006年夏夫人的陵墓被找到了，非常的豪华，亚字形帝王墓。由此可见，当时的韩国政治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同时这也正好佐证了嫪毐的功劳，他之所以能被封侯，是因为完成了这件剿灭韩国集团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这背后一定有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我们不知道过程，只知道结果。估计当时楚国集团也没有想到嫪毐和他背后的那个吕不韦能这么彻底的剿灭韩国集团，所以一不小心就让嫪毐、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妈妈瞬间做大，变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赵国集团。他们都是赵国人，而且手上也捏着小秦王嬴政这张牌。更何况嬴政在当时也算半个赵国人，因为统一之前的史书上嬴政都叫做赵政。所以只要好好经营，
赵国集团在将来铲除楚国集团也不是没有胜算。果然，不久以后，赵国集团的势力就越来越强大，就连史书上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一年，秦国进攻魏国，就有人帮魏王当参谋，跟魏王说，现在的秦国无非是2个人说了算，嫪毐或者吕不韦。大王您今天要交割土地，那割地的对象也很重要。如果割给嫪毐的官员，那么嫪毐将胜过吕不韦；而如果割给吕不韦的官员，那么吕不韦将胜过嫪毐。所以这个地到底怎么割？最终魏国的讨论结果是割给嫪毐，认为嫪毐才是老大，将来会掌管秦国。所以这个时候的嫪毐真的是得意的上了天，而敌人呢，往往会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发动致命一击。接着史书中又发生了这样一幕故事。这天嫪毐喝多了，他就跟赌博的人吵了起来，把眼睛睁得老大，还说自己是秦始皇的干爸爸，你竟然敢跟我争吵。被骂的那个人赶紧就溜了，而当晚呢就把这件事情告发了。现在问题大了，本来你和秦始皇妈妈生2个儿子，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但现在你把秦王的声誉牵扯进来，那就得追查追查了。这期间嫪毐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妙，就和秦始皇的妈妈密谋，准备先下手为强。接着史书上出现了嫪毐之乱。嫪毐趁着秦始皇22岁亲政大典的这一天呢，在咸阳城里发动了武装政变。在这里，史书就像有意误导我们一样，让我们一直以为嫪毐发动政变的对象是秦始皇，是想做掉嬴政，让自己的2个儿子当秦王。但事实上，嬴政当时根本就不在咸阳，亲政大典是在老秦人的首都雍城举行的，也就是现在的宝鸡，离咸阳还有100多公里了。同时仔细分析嫪毐之乱，他其实是用秦始皇的玉玺调动的军队，而且嫪毐很快就控制了咸阳。参加叛乱的咸阳官员也都包括秦国宫廷的警卫大臣、卫尉、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内廷顾问长官、中大夫令、宫廷负责鲁兵的武官长、左戈等等，一共20多个重要岗位。接着史书上又说，嫪毐控制咸阳以后，就准备攻击雍城的齐年宫。但齐年宫里究竟住着哪位大 boss 呢？李博士分析，嫪毐政变的目标不是秦始皇，而是楚国集团。当时齐年宫里的大 boss 就是楚国集团的领袖华阳夫人，极有可能这个时候身在雍城的吕不韦，甚至是秦始皇本人，可能早就知道这一切，而且极有可能他们是嫪毐的内应。我们再从秦始皇的角度来看，政变的双方，一方是以自己亲妈为核心的赵国集团，另一方面是曾经逼死自己亲爹的楚国集团。今天又正好是自己亲政大典的日子，自己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双方的胜负。所以让你选，你会选哪一边呢？肯定选亲妈呀。而这恰好又是政变中最容易被漏算的一个关键点。极有可能当时吕不韦、嫪毐和亲妈他们都小看了秦始皇。完成亲政大典的秦始皇，直到嫪毐控制了咸阳以后，才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告诉自己的仲父吕不韦说，自己可不是什么赵国集团，然后下了一份诏书，叫做攻矮令。他让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领兵攻击嫪毐，大战咸阳，很快就平定了嫪毐之乱。嫪毐的余党被诛杀，被放逐，亲妈被囚禁，那2个嫪毐和他妈生的小弟弟也被诛杀，就连吕不韦也因为推荐嫪毐而被追究出来服毒自尽。这一招很可能正是吕不韦当年剿灭韩国集团的手法呀。现在又被嬴政复刻了，在他亲政的这一年，借仇人的手彻底剿灭了赵国集团。为什么会有这么阴暗的推理了？原来李博士从攻矮令当中发现了一个叫做昌平君的人。按理说昌平君平定了嫪毐之乱，应该会是历史书中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但他却从历史中神秘消失了。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零星的史书中提到昌平君在吕不韦之后接任过秦国丞相，而这个丞相为什么会被删除呢？直到1982年，
河北蓟县运到天津的一批废铜烂铁当中出现了关键的证据。天津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从废品当中发现了一把铜戈，上面有17个字，这是我们前面故事里分享过的秦国务勒公民制度，是说某位秦王执政的第17年，丞相启状负责，河阳织造，兵工厂的领班叫做家，主管叫做监，库管叫做屯，工匠叫做协。以后这把戈出了问题，从丞相到工匠谁也逃不了。本来这种务勒公民在全国出土很多，比如秦始皇的陵墓里就有大量的吕不韦戈，但是这里的丞相启状还是让专家们产生了疑惑，因为史书上并没有一个叫做启状的丞相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专家们使用了排除法。从有务勒公民制度以来，一共7位秦王，在位超过17年的只有秦始皇和秦昭王。但秦昭王17年的丞相记载的非常明确，正是宣太后的弟弟，然后魏冉，所以这个启状就只有可能是秦始皇17年的丞相。吕不韦被拿下是秦始皇10年，史书上又记载吕不韦之后，丞相正是由这个昌平君担任的。会不会昌平君就叫做启，而这个状则是指历史书上昌平君之后的丞相韦状呢？原文的意思可能是说，秦始皇17年有2个丞相，启、状。李博士决定按照这个思路来破解昌平君的身份，只要找到同时期当中名字带启的人，他就极有可能是昌平君。同时史书上还提到昌平君是楚国公子，所以李博士很快就找到了这个人，熊启。熊，这是楚国国王的姓，看来昌平君原来还是一位楚国王子。再根据这条线索溯源他的血脉，竟然他还是秦始皇的表叔。昌平君比秦始皇大12岁，他是当年楚国太子在秦国当人质的时候和秦国公主生下来的后代。后来楚国太子偷偷跑回国当了楚王，昌平君、昌文君这就被华阳夫人收养长大。由此可见呢，他俩都是楚国集团里面最忠诚的子弟兵。平定嫪毐之乱以后，昌平君当上了秦国丞相，各方势力被肃清，然后秦国又回到了一个秦王势力和楚国势力共享秦国的古老平衡状态当中。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平衡状态呢？李博士又讲了这样一个考古故事，说是在北宋时期，陕西出土了一块奇怪的碑文，没有人认识上面写了啥。后来是大学问欧阳修破解了这些文字，文字里全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咒语，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气。大意就是说，咱们2家世代通婚的几百年，你如今却这样对我，我要诅咒你如何如何。再后来了，这种石碑又发现了好几块，于是就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烛楚文。专家们又从这些烛楚文当中读出了秦楚2国的真实感情，8个字：藕断丝连，血乳交融。再看看历史记载也是一样，几乎整整500年，秦国重要的君王他老婆都是楚国人，秦楚协调，秦国才能稳定，秦楚闹掰，秦国就要动乱。比如前面提到的宣太后，她就是楚国人，她和弟弟魏冉把持秦国30多年，而这30多年呢，也正是秦国完成统一大业准备的30多年。现在破解了昌平君的身份，发现了秦楚协调的秘密，李博士推断的故事也就合理了。在嫪毐之乱的时候，秦始皇选择了出卖赵国亲妈，原来是为了让秦国走回秦楚和谐的老路。看来秦始皇亲政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择躺平，不再折腾。但是这真的是秦始皇的真面目吗？很显然，李博士只要再问一个问题，秦始皇的真面目就会变得更加深邃。这个问题就是秦始皇的皇后是谁？翻遍所有史书，找不到任何有关秦始皇后宫和老婆的记载，但是他的大儿子扶苏、小儿子胡亥，还有一大堆从秦始皇陵里面挖出来的王子公主们，他就摆在那儿了。所以秦始皇不可能不喜欢女人。那皇后究竟为什么会消失了？有人猜想是因为太忙，宫斗又太激烈，所以直男始皇就一直没有立皇后。
也有人猜想是因为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想当神仙，不立皇后。还有人猜测是因为早年目睹了母亲和嫪毐吕不韦的混乱关系，产生的童年阴影，导致他不立皇后。但是在李博士的推论当中呢，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更加合理的结论。还原这个结论前，还要梳理2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秦始皇的表叔昌平君，第2条线索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先说说扶苏的故事。大家小时候读课文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陈胜吴广起义复兴楚国，为什么要打着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啊？项燕也就是项羽的爷爷，是楚国名将，打他的旗号说得通。但是扶苏，这不是秦始皇的亲儿子吗？陈胜吴广高举扶苏旗帜，就好比孙中山打着光绪的旗号反对大清，这好像怎么都说不通吧。而且为什么课本上说秦始皇的假诏书传到长城以后，领军10万的扶苏问都不问就直接自杀了，就像史书中删除了一大段内容，导致上下文接不上一样。而这里被删除的内容会是什么呢？恰好同时期被删除的内容还有昌平君和秦始皇的皇后。那这样看来，扶苏、始皇后、昌平君一定有什么联系吧？而案发现场呢，始皇后被删得无影无踪，扶苏除了自杀和劝谏的故事也再无记载，就只剩下昌平君了。非常幸运，史官们就像故意留下了昌平君的线索一样。史记中突然在秦始皇剿灭燕国的这一年，没头没尾的记了一句昌平君被发配到郢昌，郢也就是原先的楚国都城，现在已经被秦国占据了。接着又没头没尾地记载了一句3年后，秦始皇来到郢城督战，项燕拥立昌平君为楚王。在1年以后呢，王翦灭楚国，昌平君死，项燕自杀。短短的2句记载，昌平君就从一个秦国丞相、嬴政表叔变成了一个坚决反秦的楚国国王。如果不带入李博士的推理，这一段史书根本就读不懂。而如果把故事放到李博士的推理当中，前后线索就连贯了。原来秦始皇当初面对楚国势力，并没有选择躺平，而是继续拼搏。终于在统一6国的过程当中，他也肃清了在秦国内部盘亘了500多年的楚国势力。但秦始皇剿灭的最后一波楚国势力，却正是自己的表叔、妻子和儿子。被删除的始皇后极有可能是一位楚国公主。还记得我们前面留下的那个问题吗？华阳夫人灭掉韩国势力以后，把13岁的小嬴政扶植成了新的秦王。接着华阳夫人做了一件改变未来秦朝甚至改变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事情，这件事情极有可能正是给小嬴政安排了一个楚国老婆。回想一下，当时把子义收入麾下的时候，华阳夫人是不是错就错在没有坚持，让夏夫人给她安排了一个韩国公主？所以这么推理，小嬴政很可能在13岁登基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势的楚国老婆，而这个楚国老婆呢，就是始皇后，也就是公子扶苏的母亲。是不是突然也破解了陈胜吴广打出扶苏旗号的问题？因为当事人都知道，扶苏本来就是一个爱护人民的楚国王子啊。秦始皇嬴政的人生最后一年，他击败了表叔昌平君，删除了老婆始皇后，但是还有一个楚国势力他无法铲除，那就是自己的亲儿子扶苏。秦始皇只能让他去修长城，抗击匈奴，把他彻底边缘化。然而眼看着众多儿子当中却没有一个有扶苏那么高的威望。当然了，秦楚关系血乳交融，大量的基层利益都连带着楚国关系，他们自然更拥护一个拥有楚国血统的王子啊。而面对这一切呢，秦始皇很愤怒，但也无能为力。他把小儿子胡亥带上了巡查全国的车队，仔细的考察。也许这个没有野心的傻小子能够被各方势力所接受吧，也许他能够让帝国持续吧。据说当年开创晋朝的司马炎也是这么想的，他也考察太子考察了10几年，最终选择了自己那个傻乎乎的小儿子司马衷。结果司马衷被各种妈妈、爷爷、叔叔、太爷爷们轮番蹂躏，
还被史书描写成了一个何不食肉糜的傻子皇帝。秦始皇把胡亥带在身边，又整整考察了8个月，最终在他沙丘闭眼的前一刻，还是做出了决定：胡亥不行，还是要把帝国交给扶苏。秦楚妥协，与天下人妥协，这也许真的是最终的解药吧。自己隐忍了一辈子，眼看着韩国势力、赵国势力、楚国势力纷纷瓦解，但终究还是要把帝国交给那个楚国儿子。就这样吧。于是秦始皇写下了诏书，把遗言告诉了胡亥、赵高和李斯3个人。胡亥欣然接受，李斯尽职办理，唯有赵高起了坏心思。他说服了李斯和胡亥，篡改了诏书，让胡亥继位，赐死扶苏。赐死扶苏的假诏书合情合理，秦楚妥协，这本来就是秦始皇闭眼前的一瞬间才刚刚想通的问题。所以扶苏当然不会多问一句，他其实一直在等待自己被那个冷血的父亲铲除，这不过是对楚国势力的最终审判而已。而事实上呢，只有胡亥、赵高和李斯3个人知道，秦始皇的最后一刻选择了扶苏，选择了和楚国和天下人妥协啊。之后的故事似乎继续证明了秦始皇的正确。胡亥上台3年以后就搞垮了大秦帝国。这天大雨下个不停，在当年那个秦始皇斩杀表叔、击败项燕的地方，有2个楚国人打出了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旗号，他们叫做乘胜吴广，然后天下响应。最终又是有一个楚国人刘邦继续选择了秦楚妥协的道路，在大秦帝国的尸体上建立起来了大汉王朝。这就是秦始皇一生的故事。3岁被抛弃，6岁见到了弟弟，13岁目睹仇人铲除父亲和弟弟，20岁又目睹了自己的母亲和男宠和情人建立起了新的势力，22岁投靠杀父仇人，使用亲政后的第一把权力铲除了自己的母亲，35岁终于铲除了自己的仇人，而这个仇人呢，正是自己的妻子和表叔。39岁统一中国，50岁苦苦支撑的帝国终究到了和解的那一天，秦始皇认错了，在诏书中把皇位传给了那个楚国儿子扶苏。但是老天爷就像故意要戏弄他一样，让一个宦官赵高篡改了诏书，把和解变成了暴政，让秦朝瞬间崩溃。这就是李博士推理的秦国故事。我似乎看到了6岁的秦始皇和弟弟成角在咸阳宫殿里追逐蝴蝶的样子。那个时候他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弟弟和一个安全的家，但是这一切美好只持续了3年，而将来他却要用一生，用整个帝国的宿命去治愈这美好的3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秦始皇太惨了，真的是用一生治愈童年了。